白狐岭有妖，这件事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。你没看见吗？那东西白骨森森的，眼睛是2个黑洞，专吃人心。不过，说这些话的人，没人真正进过白骨洞。又说我吃人，500年了，能不能换句新鲜的？姑娘又来了，还是老规矩，少辣多醋。别盯着人家看。娘，那个姐姐好好看，像画里走出来的一样。不好意思，孩子不懂事。啊，无妨。好看。500年了，第一次有人这么说。白骨妖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进别人家之前，不知道敲门吗？如今一次，你不给。要杀你早杀了，省省力气，把伤养好再想着杀我吧。堂堂白骨洞，藏的就是这些，一堆破铜烂铁。你倒是不记仇，换了是我，早把你碎尸万段了。你懂什么？这些都是别人不要的东西，我也是。
我曾以为这世间的一切皆可被利刃斩断，但此刻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想我明白了。这是你母亲的东西。听说了吗？白狐岭那个白骨精最近又出来了，专勾年轻男人的魂儿。白狐岭，可不是嘛！隔壁村那个李书生，去年路过白狐岭，回来就痴痴傻傻的，看了多少大夫都不好。那个书生后来怎样了？好了呀，不但好了，还考中了举人呢。不是说痴痴傻傻？哎呀，那都是传的。李书生自己说，他在山里迷了路，是一个白衣姑娘给他指了路，还给了他一碗水。回来是病了2天，但那是着了风寒。李书生现在每年清明还去白狐岭山脚下烧纸钱呢，说是谢一位白衣姑娘的救命之恩。来来来，尝尝我自酿的青藤酒。别看你是阶下囚，我们这儿待客不讲这个。没毒，有毒的话，第一个死的是我。他每次都先灌我。怎么样？300年老藤酿的，外面喝不到。说真的，你都在这破山洞住500年了，不腻啊？我光是陪你喝酒就陪了200年，光数日子都数烦了。住1天，少1天，挺好。又是这句，吃馄饨也是吃1碗少1碗，喝酒也是喝1壶少1壶，你能不能换句词儿？那活1天，赚1天。你真的活了500年？怎么，羡慕？不羡慕，太长了，一个人那么久。不开心，长生不老也没用。开心的话，活几天也足够。玄清，妖气未除，何故逗留？限3日内速杀白骨妖，不得有误。都是别人不要的东西，开心的话活几天也足够。
白虎领巾。你知道我收到了什么？知道，你身上的杀意，隔着10步我就闻得到。那你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杀了我？你是妖。捉妖师大人，你的良心告诉你，你最想除的那个妖，真的是我吗？白晶晶。我看不清你的脸，500年了，所有人都看不清你的脸，为什么我能看到你的眼睛？你看得清我，说明你和我之间不是碰巧遇上的。回去问问你的师门，那道封印封的到底是什么？古瓷奴去橡树半亩。我想知道白骨道是什么。你终究还是问了。跟我来。白骨道不在3界轮回之内，凡因爱恨而死、执念不散的人，魂魄不入轮回，反入此道，化白骨之躯，不死不灭。每一具白骨都是一个放不下的人，每一朵花都是他们的执念。500年前，我也死在这里，执念不散，所以化成了白骨。你问我白骨道是什么？就是这样，不是什么妖术魔道，只是一群放不下的人困住了自己。他是谁？他是500年前的我。那个名字，那个人喊的名字是什么？你听清了几个字？3个字，不是白晶晶。那就够了。你现在知道我的执念是什么了？一个名字，一个500年没人喊过的名字。那道封印，封的到底是什么？我要回去问清楚。回生门之前，先去一个地方。施主身上的气息与上次不同了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但认识那道封印，它松动了。它到底是什么？师门说它是护身咒，但护身咒不会在我靠近一个人的时候撕裂。你体内的封印封的不是妖气，是人情。500年前的人情，500年前的人情，怎么解？500年前的人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今年24。那道封印不是你的，是你师门祖上传下来的法器，融进你体内是为了让你看守它，不是保护你。看守什么？施主可听过一句话，
执念成骨，白骨成道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老僧只是一个路过的人，500年前路过一次，500年后又路过一次。想知道答案，回去看看你自己的记忆。封印松了，那些记忆不是消失了，是被藏起来了，藏在你每次靠近它时闪过的画面里。你不好奇我画了什么？画你自己的东西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白晶晶，你以前的名字你不肯告诉我，但我可以自己找。随你，查到了什么，不用告诉我。哟，稀客，晶晶姐把你放了。你活了300年，300年零47年，怎么了？你认识他的时间比我长得多，你知道他的执念是什么？不只是那个名字，是名字背后的东西。告诉我。不是我不告诉你，是我答应过他，不在他不在场的时候说他的过去。我不信。但我可以给你看一样东西，不是他的全部，只是一眼。这是我的本命法器，能照见执念的源头。300年来我一直藏着它，因为镜子里有我不想看到的东西，关于他的。那封信是什么？我只让你看这一眼，剩下的不是我不告诉你，是我不能替他说。你想知道，去问他。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那封信让他在那个雨夜跪到天亮，然后他去了白狐岭，再也没有人叫过他的名字。去找青罗了。我看到你跪在一扇门前。青罗的嘴，300年了还是关不住。一扇朱漆大门，大雨，一封信递出来，你跪在青石板上。那封信写了什么？玄清，往事何必追寻？500年前的事，我早就忘了，你也别挖了。有些东西碎就碎了，你非要把它拼起来，割伤的是你自己。我查的不是你的过去，是我自己的。忘了，忘了，忘了，忘了。他说忘了，是每天对着这只断簪说3遍忘了，500年，一遍都没忘掉。
客官，查什么？本地县志，我要查天宝年间的旧档。天宝12年，镇北江将军苏氏之女苏婉晴年19，暴病而亡，葬于白虎岭。暴病，这2个字不对。客官查这个做什么？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。请用茶。苏小姐哪里是暴病，是自尽的。被退了婚，大婚当天，新郎娶了别人，她跪在人家门口一整夜，第2天就去了白虎岭，再也没回来。那个新郎叫什么？客官，都过去了，50多年了，人都死光了，问这个做什么？苏婉晴。500年了，你是第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，怎么查到的？清河县志，天宝12年，镇将军苏氏之女暴病，是假的。你还查到了什么？退婚，大雨，你跪了1夜，第2天你去了白虎岭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既然查到了这一步，你应该也想知道那个新郎是谁。他姓沈，一个画师，叫沈墨白。沈墨白，你想知道沈墨白是谁？那就从500年前说起吧。天宝10年，我17岁。那一年，府里请了一个年轻画师来给祖父画寿像。你不是来给祖父画像的吗？怎么在画花？苏小姐，草民不知小姐在此，这海棠是练笔用的。会有那么吓人吗？不是，小姐不吓人，小姐比海棠好看。他画得很好，海棠上有一只蝴蝶，他画了3日，画到那只蝴蝶像要从纸上飞起来。我每天下午都去花园，不是看花，是看他画画。那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段日子，不长，就几个月，但够我在白虎岭回乡500年。那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段日子，就几个月，但够我在白虎岭回乡500年。私定终身的事被我父亲知道了，他大发雷霆，镇北将军的女儿嫁给一个穷画师，不可能。我被锁在绣楼里，他则被赶出了府。等我，我一定会回来娶你，墨白。我等了3个月，等来的不是他。苏小姐，珍重。我没有哭，哭不出来。我走到白虎岭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，雨停了。我在那里死了，但没死透，执念太重，不入轮回，化成了白骨。后来才知道，他那天被灌了药，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洞房里了。新娘不是他选的，他找过我，只找到一只绣鞋和满手的血。他没有负我，但这不重要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，死在5年前，不是500年前。5年前，沈墨白用余生画了一幅画，然后把自己的记忆封了起来。封了起来？
封在哪里？你的封印，我不是没看见，从你第一天拔剑我就看到了。师门令牌上那些符文，和我白骨道里的执念之力是同源的。你身上带着沈墨白的东西，但不是你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。那我是谁？这个问题不是我该回答你的。你自己的封印，自己破。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沈墨白不是你的前世，他的眼睛和你的不一样，他的眼里只有画，你的眼里从一开始就不是空的。给我看！不是转世，是重体。我只是师门中偶然接触到法器的人，法器把他的记忆封在了我身上。沈墨白，你留下的不是你的记忆，是你的执念。你怕他不知道你，你没有负他。你等了500年，等到一个能承载你记忆的人。不是我，但既然是我，那我就替你把话带给他。你知道他最想让我知道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你，是你心里那些画面，那些是他的，那些不是你的。你来了，我猜你昨晚没睡。我想了一整夜，关于我是谁，我是不是他，我想清楚了。我不是沈墨白，我叫玄清。我今年24岁，7岁那年师门给我灌了一道封印，我从来没问过里面封的是什么，但现在我知道了，是一段不属于我的记忆，和一个不属于我的承诺。那为什么还来？因为沈墨白的记忆在我体内，他要我告诉你，他没有负你。但这不是我来的全部理由，我来的另一个理由是，我想搞清楚，我对你的感觉是我自己的，还是他塞给我的。分清楚了吗？他的记忆里，看到你的时候，是海棠树下的苏婉晴，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。我认识的那个人叫白晶晶，吃馄饨少辣多醋，养一株野花养了500年，口口声声说忘了，每天晚上对着断簪念3遍忘了。沈墨白爱的是苏婉晴，我认识的是白晶晶。我没有他的记忆来告诉我该怎么对你，所以我对你的每一个感觉都是我的。从你第一天拔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他。他的眼睛和你的不一样，他的眼里只有画，你的眼里是我。我在这棵树下等了500年，等的不是你，也不是他，是一个答案。我用了500年，想证明他负了我，这样我就可以恨他。但到头来，他没有负我。我恨了500年的人，根本不存在。所以你说的对，你不是他，你不需要替他传话，因为我想知道的，你已经帮我找到了。看到了吗？他的执念开始散了，不是因为你替他传了话，是因为我终于分清楚了，你不是他，他是他，你是你。你经过这500年回来要找的不是他，他也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。放下执念，先分清楚谁是谁，我是我。所以，捉妖师大人，你之前说你分不清楚对我的感觉是自己的还是他的，现在分清楚了吗？分清楚了。你叫白心经，不是苏婉晴。500年后的你和500年前的他没关系，和我有关系。
这是什么？我回了一趟师门，令牌背面那个墨字，我查了师门旧道，沈墨白临死前将毕生记忆封入令牌，同时留下一幅画和一封信，托师门保管，说若有一日有人能解开封印，便将此物交给该交的人。封印解了，这些东西是你的。500年了，我终于见到了你。婉晴，我没有负你，若有来生，定不相负。墨白绝笔。500年了，第一次哭出来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我只是替他跑了个腿。我不是替你，是替我自己。哭完这一次，以后就不哭了。17岁，真傻，傻得挺好的。你没有负我，我也没有恨你。这500年，我等的不是一句解释，是一个告别。现在告别完了，两不相欠。晚安，沈墨白。买的什么？糯米糕。上次经过的时候看到有人排队，想着你可能没吃过。太甜了。这几天我在想一件事。什么？我在想，我对你的感觉到底是我自己的，还是沈墨白的记忆塞给我的？每次看到你，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在说婉晴，但那不是我的声音。我分不清。苏婉晴是沈墨白爱过的人，海棠树下的少女，画上的那个人，但我认识的那个人叫白晶晶。吃馄饨少拉多醋，养一株野花，嘴上说忘了，背地里念3遍忘了。我怕的是，我想对她好的那个人，到底是苏婉晴的影子，还是……你第一次拔剑的时候手抖，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你在白骨道看到残影，封印裂开，你看到的画面是沈墨白的记忆，但你看到我的时候，你说你看清了。500年了，没有人看清过我的脸，你是第一个。沈墨白的记忆让你接近我，但看清我的是你，不是他。他的封印里没有我的脸，你看到的那张脸是你自己看到的。所以沈墨白的记忆是影子，但感觉是我自己的，那就好。想明白了就起来。糯米糕凉了，回去烧水泡茶。茶壶还是你上次嫌破的那个，不乐意就别喝。你在崖边说的那些，分不清感觉是谁的。其实我也一样。你第一次进洞的时候，背成像他，拔剑的样子不像，他从来不碰刀剑。但你站在那里叫我白骨妖的时候，
我心里动了一下，不是因为你像他，是因为你和所有人都不一样，没有人敢对着我拔剑，你是第一个，也没有人敢偷看我的木匣子，你也是第一个。所以我怕我把你当成他了，那样对你不公平，对他也不公平。他等了我500年，不是让我把另一个人当他来爱的。玄清，我也不想把你当成他。你比他矮一点。这是在夸我吗？你比他话少，你拔剑的样子很蠢，第一次出剑就抖。要不是我不想杀人，你早死了。但你坐下来陪我吃馄饨，你在崖边听我说废话，你替我跑回松门拿一封500年前的信。你买糯米糕太甜了，下次别买这家的。所以结论是什么？结论是，你是你，他是他。我想对你好，不是因为你是他的替身，是因为你在崖边问我真的活了500年的时候，那个语气和他不一样。他是心疼，你是想知道。所以以后别问我是不是把你当替身了，问一次断你1天馄饨。他的执念开始松动了，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松得厉害。老僧感觉到了，白骨道的花海有3朵花已经谢了。那他如果真的放下了，会怎样？执念消散，白骨道便失去执念之主。若无人接替，白骨道将崩塌，满谷执念之花将枯萎，那些尚未解脱的执念之骨将彻底消散，不入轮回，不存3界，真正意义上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我的使命不是保护他，是看着他不要放下。300年来，我陪他喝酒，陪他说笑，看他养花，看他吃馄饨。我以为我是他唯一的朋友，到头来，我只是个狱卒。青罗，白骨道需要执念之主，不是需要囚徒。你陪他300年，那300年不是你骗他的，是真的。但你该告诉他了，在执念燃尽之前，让他知道放下会有代价，让一个500年的白骨精自己选。那就告诉他吧，300年了，我欠他一句实话。姑娘，老规矩，少辣多醋。哟，今天带朋友来了。怎么了？不好吃？这次吃出了肉香。那多吃点，我的也给你。玄清，我看清你了。我知道，我早就看清你了。从第一次见你那天，不是苏婉晴，是白晶晶。汤也有味道了。以前喝汤像喝热水。500年，第一次吃饱。你陪了我500年，我恨过你，也爱过你，攥着你念忘了，每天晚上念3遍，1遍都没忘。现在不用忘了，你只是一只簪子，一只断了的海棠簪，500年前有人把它插在我发间，仅此而已。3味白骨火，爱恨燃尽。
500年来第一次暖的。木匣留在这里，信也留在这里，它们属于500年前，不属于我了。有温度了。握拳的时候有点涩，骨头和骨头之间原来是有东西的，500年没感觉到了。晶晶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不是普通的藤妖，我是白古道的守护藤。300年前，无相僧把我种在这里，我的使命不是陪着你，是看守你，看守执念之主不要放下执念，因为执念消散，白古道就会崩塌，那些还在花海里的执念之骨会彻底消散，不入轮回，什么都不剩。晶晶姐，我不是你的朋友，我是你的狱卒。我知道，从一开始就知道。你活了300岁，在我面前还是个小丫头。你以为你装得很好？你每次给吴一传消息的时候，藤蔓都在抖。我又不是瞎子，但你是不是被派来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陪我喝了200年的酒，你帮我骂退了2批来除妖的捉妖师，你在我不想说话的时候，自己在旁边说了一整夜。你编花环，编了拆，拆了编，烦得要命，但你在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，让我装了300年？因为你自己也在想，到底是使命让你陪着我，还是你自己想陪着我？想了300年，想出答案了吗？想出来了，200年前就想出来了，不是为了使命，是因为你这里混沌多。你我都要相信，放下也是一种天意，不是所有的执念都需要被看守，有些执念是到了该放的时候。青罗，白古道需要新的执念之主吗？我来。你疯了！你知道成为执念之主意味着什么？你会知道，变成白骨，不死不灭，被世人遗忘。吃馄饨没有味道。不过你说过，不开心的话长生不老也没用，开心的话活几天也足够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是为你守在这里，应该算开心。你这500年的滋味，你一口都没尝过，你凭什么说想尝尝？因为你这500年的滋味，我虽然没尝过，但我看到了。你在崖边张开手臂，你说活一天赚一天，你养花，你收集别人不要的东西，你把断簪擦得那么亮。你每天晚上念3遍忘了，但你从来没真的忘了。这些不是他的记忆，是我看到的，所以我想替你守着，不是替他，是替你。我用了500年才放下，你倒好，一句话就想捡起来。我不要你替。白古道不需要新的执念之主了，金渴了。晶晶姐，你是说？施主的意思是？我说，白古道不需要新的执念之主，因为执念之道本身就不该存在。这些花，这些骨困得太久了，我要让他们走，不是找人接班，是解散白古道。我守了300年的地方要空了，但空了也好，花本来就该长在泥土里，不是长在骨头上。
接住了，接住你了。没倒，只是没站稳，法力没了，但骨头还在，自己的骨头。白骨道500年，空了，没有法力了，馄饨以后得你请了。好，请你吃馄饨，每天请，吃到你腻为止。走了。不知祸从时，不知祸心生。这个不错。你那个缺角的茶壶，终于要换了，换个新的。不换，那是500年前的窑口烧的，现在买不到。去买个新的也行。那个缺角的留着泡陈茶，新壶泡新茶。姑娘，老规矩，少辣多醋。小伙子呢，正常放。今天的馅儿比上次咸了一点，葱也比上次多放了。500年没吃过味道，现在连葱多放少放都尝得出来。你这舌头恢复的挺快。500年没吃过，还不许我挑一下。今天我来。好。昨天帮药铺掌柜整理了旧药柜，他给的工钱不多，够2碗馄饨。烦人的日子，自己挣的钱，第一次请你。好，你请的馄饨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以前闻不到，现在葱、雨水、桂花，还有你身上那被把旧剑的铜锈味，人间原来是有味道的。新茶，山下买的，掌柜说叫碧螺春，有点苦，但喝完嘴是甜的。我还想去更多的地方看看。接下来去哪儿？那你以后呢？不知道，以前活了500年都不觉得够，现在才活了几十天凡人，就觉得一天当2天花。清河镇还没逛完，后山还有条瀑布没去看。李书生说书的茶馆新换了说书先生，我还没去听。以前不觉得有意思的事，现在都想试试。好，那就去。今天先去哪儿？先去山下。先去山下。糖葫芦上次说太甜了，今天再试一次，说不定凡人的舌头适应了。还是太甜了，你吃。是挺甜的，下次买山楂少裹点糖。3味白骨火，爱恨燃尽了，执念散了，白骨道没了，凡人的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。馄饨还是少辣多醋，糖葫芦还是太甜，茶有点苦，但喝完嘴是甜的。活了500年，现在才开始学怎么活，所以故事的结局还远着呢。